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八道。上一个视频是关于我在日本徒步1300公里四国边路的2双鞋的测评视频。哇，朋友们反应还是相当的热烈。有朋友留言说，哎，你应该试试这个品牌的鞋，那个品牌的鞋。然后也有朋友说，哎，我跟你有一样的状况，都有严重的足底筋膜炎，我该怎么办？还有朋友留言说，你选的完全不对，因为这是一个越野鞋，你根本不能去走这么长途的线路。好吧，所以那我今天准备再做一期视频，我们再仔细展开的聊聊，会包含几个话题哈。第一是我之前的徒步经历，然后我选择装备的一个标准。第二是在徒步这个1300公里四国遍路之前，我是怎么得来的这个3个标准。然后第三个是，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走这条四国遍路的话，我会尝试哪几双鞋？另外，如果我给你们推荐鞋，我会怎么推荐？我知道很多朋友认识我是因为我开始走1300公里四国遍路，从视频中认识的我。坦白说，我不是一个徒步的狂热分子，我不是这样的人，我显然不是这样的人。但是我对自己喜欢的项目，我是一定会去走。所以大概在05到07年左右的时候，我走了雨崩，用1天半时间转山了冈仁波齐，自己走了安纳普纳。后来我又去了新西兰，走了非常多的线路，比如说4天的 Abel Tasman，比如说汤加里罗，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小的线路。疫情前我走了智利帕塔高尼亚百内公园的最著名的 W，所以其实我有一定的徒步经验，但我完全不是一个器材控，我不是喜欢一下把所有东西都配齐的人，我是希望我可以在徒步过程中感受到不舒适，然后再找到相应的装备去修正这个不舒适，让这个不舒适变得舒适。我觉得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中，才让我能知道每一样装备的优势在哪里，把它们用到极致。所以我也不认为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些线路，包括四国遍路，哪一些东西是必须的。我从来没有这么认为过，因为我有这样的经验，就是走冈仁波齐的时候，我的日本小伙伴他就没有什么准备，穿了一双匡威也走下来了。我在新西兰的时候，好几次徒步都是，一拍脑门决定，哎，好吧，去徒步，但是没有鞋。那我也是走匡威走下来的1天2天的线路。所以，当然那个时候如果有一双非常非常合脚的徒步鞋，会让整个行程可能更舒适，然后更有效。但是没有也没关系，它不是必须的，只是会改善整个过程的整个行程的舒适度而已。所以我也想跟准备轻量化徒步的朋友说，放轻松，没有那么重要，没有那么严肃，走出去其实更重要。那么再找一双鞋，如果这双鞋穿着不舒服，那就换下一双鞋。在这过程中，你就会找到你喜欢的鞋。OK，说回到我在走四国遍路1300公里之前的3个选鞋标准是轻，有徒步属性，舒服。所以我怎么得出这3个需求呢？是因为在一次走完这1300公里之前，我曾经尝试的短期走过300公里，是在大概3年前，当时我穿的是这一双。这双鞋非常的软，这条路也没有什么山路，很多城市的路、乡间的路也不过如此吧。所以我当时也没有那么多准备，穿上就去了。穿了这双跑鞋300公里，也很顺利的走下来，是从第67番观音寺走到第88，然后又从第1番走到的第17番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视频看一下这一段路是什么样的路。其实中间爬了大概有4座山吧，3、4座山。正是因为穿了这双鞋，我知道它什么地方合适，它舒服。大量的城市的路，我觉得舒服还是很重要的。那什么不合适，是因为它的底儿它不防滑，然后它没有徒步的属性，它缺少一点支撑力，所以我才总结出来，好，我需要这样的徒步的属性。所以我之前说的这3个需求不是一拍脑门的结果，它是有出处的。如果再给我一次走1300公里四国遍路的机会，我会穿哪双鞋？我会告诉你，我会穿 Hoka Mafate。上一个视频出来之后，也有小伙伴在视频下面留言说，哎，有没有感觉 Speedgoat 5的鞋面有一点松？对，当我走完200-300公里之后，因为它是织物的那种设计，我就觉得鞋面稍微有一点点松。那么
其实马发дей它的也是织面的设计，但是摸起来它的鞋面是更硬，无论是鞋面还是脚穿进去的感觉，都是比 Speedgold 5更有支撑感。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长途的徒步，可能这双鞋更适合。我没有说其他的重装线路啊，只是说在四国遍路，它可能是更适合的一双鞋，我会想要去尝试。我猜你们最想听这个环节，就是如果你们走上四国遍路1300公里的话，我会如何推荐不一样的鞋给不一样的需求的你们。坦白说，我最近对 Hoka 这个牌子比较上头，因为确实在走四国遍路的过程中 ，Speedgold 5那双鞋让我觉得非常的满意，所以开始研究他们整个的产品线。这条视频完全没有品牌的充值啊，纯粹是个人喜好的问题。所以你如果想跟我一样，想要一次走完1300公里的话，我觉得不妨选择 Hoka 的 Mafate 跟我一样尝试一下。我自己觉得那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如果你没有那么在乎重量，没有那么在乎透气性，不妨考虑一下 Hoka 的 Kaha 2新出的这一款，它是一双真正的徒步鞋，而且它是皮的，防水的。虽然可能没有那种布面的那么透气，但它防水，这是一个在徒步过程中蛮有优势的点。所以，如果你只是想走四国遍路中的一段，想要体验一下1个星期、2个星期、几十公里、几百公里，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这一双 Hoka 的 Challenger AT R6，就是这双鞋，我前2天刚买的。它也是一双越野鞋，那么它的颜值是非常高的。如果你只是想走其中的一部分，它既可以能保证你在途中的需求，在城市中穿，它的颜值也是在线的。还有朋友说，哎，四国遍路，我只是想随便去逛一逛，我可能随便逛一些寺院，休闲游一下，然后又逛去其他的地方，我都是靠公共交通就好了。好，那我觉得 Hoka 的 Bounty 8你们看一下吧。不光是平常出去休闲旅游，日常通勤也完全满足需求，而且有那么多种颜色啊！说了这么多，2期视频来介绍四国遍路该如何选鞋，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句话：不要被装备限制住我们的双脚，走出去就对了。你们同意我的说法吗？好吧，先到这儿，下期我们说说日本徒步1300公里需要花多少钱。